今天我们来看这一个 HF 假面骑士呢，是一个彩虹配色的亚吉陀。彩虹配色十分的漂亮，但由于是百辉厂生产的，所以说难免会有百辉之毛，大家凑合一下吧。嗨，帅哥，给个3连呗！今天我们来继续玩奥特曼的最终形态，不过呢，这次我们要跳过那一个永恒特雷加，因为那个买不起。我们看这个德凯强劲型的，绝对是够便宜。我买的这一个呢是个2手的，也就不到350，而且呢还带这么一个预定特点。这个呢是那个就是代理版才会给的，这个是代理版的嘛。虽然说丑了点，但是呢有运输盒的话我是无所谓，因为运输盒会挡住这个彩盒，也就无所谓它是不是代理版这个丑盒子了。而同款就不行了，必须不能是代理版，因为这个彩盒是露在外面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比起日版、港版什么的，还有这么一个出版特点，它不香吗？如果代理版它给的特点呢，你不要以为是什么好东西，默认是广告。HF 泰迦基础形态也是会给一个小册子，就是讲的以后会出那些特价版的奥特曼嘛，以及介绍泰迦后面的产品。你看这个呢，就是单纯的什么东西啊？首先就是介绍这个签名，这个签名当然不是那个真的签的，是印刷的。然后就是介绍寄语，然后后面就是德凯奥特曼的介绍，有各个形态的，然后就是特雷加、泽塔，就是说宣传这么几个系列奥特曼的玩具，然后就是介绍德凯的这么一个啥呀说明书吗？反正就是以德凯基础型为例子，教你怎么摆知识嘛。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就当它是 HF 奥特曼的广告就行。不过做的倒是挺精美的，还有烫蓝的文字。然后说回我们的玩具，这个呢就是德凯的最终形态嘛。有人说它像那一个空我，有的人说它像亚吉陀，确实是不怎么像奥特曼，特别是这个头。然后拿出西数，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既然有着足足7对的替换属性以及2个武器，不过其实是同一把武器的2个不同形态而已。它这个主体呢怎么说？除了这一个头部造型确实是像那个假面骑士，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它这一个真的是配色超级的奇怪。最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脚是单独的黑色，身上其他地方没有黑色，除了脖子也是个黑色的，就是脚和脖子是黑色，就特别突兀，懂吧？然后就是蓝红这个金属色也就显得有点突兀。可能就有人说它这浑身给金属色不是更好吗？我吧感觉就是实在是不适应的问题，因为我们平常玩的 HF 奥特曼什么的都是红色、蓝色、橙红色嘛，它这是全换了金属色了，给我一种会场限定那一个电镀泽塔的那一种感觉，实在是感觉不像是奥特曼。当然这也是为了还原皮套，它给的更良心嘛。它的重量方面呢是52克。因为它本身是金属色全涂装嘛，所以说只有透明件是可以荧光的，其他地方就没有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的德凯强劲型呢，我的脸部是没有重量的，所以说呢，我也就不要求它什么了。得益于万代开模精细程度比较好嘛，所以说头部看着呢是非常的舒服，锐利度特别好。只不过它作为出版的玩意儿，它这么精细的程度，竟然还有非常明显的下巴飞边，然后就是跟浑身的金属色完全不搭的中间一截黑色的脖子，实在是过于突兀。然后它这一个呢，皮套是设计的比较壮一些，不过就是这一个垫肩做的实在是太大太突兀了，像是一个肩甲一样。胸口这一个银河的图案很漂亮，不知道时间长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然后这个胸灯的颜色也是挺漂亮，之前德凯那个基础形态呢，刚到手开盒就是一个发白的，特别离谱。然后到了手腕这里呢，也是各有一处这一个银河的图案。头胸胳膊是这样的，看着开模非常的好，除了有飞边，然后就是漆面是特别的好，但是其他地方呢真的是惨不忍睹。虽然说看上去呢都是那些和刻线都挨着，都没什么问题，都没有偏离刻线的漆面，但是一想到它是百辉厂的这层漆，各种颗粒，真的可以说有的时候挺无力的。这玩意儿全新的也不贵嘛，我也不敢买全新的，因为这个城市品控实在是太过于拉垮了。我已经是在闲鱼蹲了好久才蹲到一个这个稍微好点的层次，因为呢很多人他们都是腹部这里的蓝色发色不均匀，浅一块深一块的。这个呢虽然说没有太明显，但是也看得出来比其他地方要浅一点点，特别是和胸口比起来。然后你看胯这里蓝色那是更浅的明显了，肩膀也是可以看到右肩膀是要比左肩膀的蓝色要深上这么一点点的，不过还好都是不太明显。背后这一块的红色是积漆还有涂不过的情况同时发生，这积漆让各种蹭漆百辉之毛实在是过于逆天，头上没有倒是都是小问题对吧？只要头部重量，其实这些小重量都是勉强可以接受的。然后就是脚和脖子一样的情况嘛，特别突兀的突然出来一个黑色的，就当它是一个黑靴子吧。不过还有离远来看倒是看不出来什么重奖，而且体型也是做的真不错，特别是比起 HF 1.0 的老奥特曼树体，真的可以说是强的没影。然后可动方面呢，低头幅度非常小，抬头也比较一般。脖子可动的话会有干涉，所以说转的幅度也不算很大。平台能够接近90度，毕竟这个肩膀头实在是太大了，有点干涉。大风车没问题。然后蝴蝶肩膀呢，你看里面的也是有这个全涂装嘛，你看脖子也是，胳膊肘这里有平转关节，手腕算得上是灵活。然后胸腰可动的话，前倾幅度比较一般，后仰也不咋地。总之就是 HF 结的以后的奥特曼树体呢，胸腰可动都是非常实的。然后胯部呢下拉关节一点点，边下拉边侧地，不然的话会蹭漆。这样的话能够达到60度左右。然后前踢呢能够达到90度，后踢15度，大腿根的平转。然后屈膝幅度是能够达到120度以上，脚腕向内幅度非常大，向外一般。
脚尖可动，没问题。把玩的手感呢还是百会场的一贯毛病，浑身的阻尼感都算得上是非常舒服，除了手腕是偏松。然后它的替换手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五指大张开手、德凯的经典战斗炮制手、2对武器物质手，还有飞行光线手。最后呢就是这么一对炮制手。替换红灯呢效果也是做的蛮不错的。然后武器配件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攻击和防御模式的它的最终形态武器嘛，可以看到开模精致程度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分色就是单纯的蓝色，还有这一个金色，所以说想翻车都难。背后的细节呢也是毫不含糊的。有问题的话也是漆面问题嘛，比如说边缘处漆面涂不够，还有这超大块的漆就离谱。边缘处呢不仅涂不够，像是界面4，还有的地方压根就涂不到。估计就是考虑到这是同一把武器的不同形态嘛，不能够同时出现，所以说呢，他又大胆的给了你替换键。毕竟这一个武器握持把手呢，还有这么一个宝石只有一个，所以这样的话你只能攻击不防御，防御不攻击，除非你再买一个那个双重剑。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德凯的情况了。之后大家所见，浑身金属色非常的良心，而且呢还有7对照应手。不过提醒一下，右下角的那一对炮制手呢是给基础形态用的。然后你想要双重剑的话，是要去捆绑销售在那一个天空大地魔整人那里。如果说不想要魔整人的话，可以去买手艺人那里做的，40多块钱一个，还能变换形态，也不错。